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老高死了？不对啊，新闻没说死者是高阿胖啊。哎，古比先讲是老高嘞。你知道巴萨的人都出钱请塞工超度他嘞。你有没有告诉阿江这件事？你讲什么事情都要跟你跟佳琪商量才可以的吗？昨天晚上我等你们这样子，我等就睡着了咯。那还好啊。可是教父跟他讲了咯。啊？阿娇，你在不在里面？阿娇，雅西姐，龙哥，就猜到你会在这里。我来给老高上香，顺便收拾些东西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啊？什么？那种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咯。没有啦。没有就好。不过我看，等一下我还是请个佛牌给你，我才安心呢。大哥啊，别再疑神疑鬼了。人家说啊，疑心生暗鬼，明明没事的，越说越杯弓蛇影，好像真的一样。这种事情不能不相信的嘞。你看，这里真的很像很阴森呢。哎，还是到那边去谈吧。阿娇，你有没有打电话回老高母亲家？我昨天打了，今天也打了，可是没有人接。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？他有个老妈妈，还有个弟弟，可是他弟弟在吉隆坡工作，很少回去的。那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证明老高已经死了？报纸不说他死了吗？街的小贩还请道士超度他，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没问题，我只想问清楚罢了。我今天想回去看他妈妈。哎，你不要哈，这个老高哦，回去蹦有没有跟他家人说你什么嘞？如果有的话，他家人一定认为你是害死他的，到时候你想跑就跑不掉了。大哥说的有道理，我看你还是别回去了。可是怎么说，我都是他老婆，我不可能躲一辈子的嘛。这件事我们再慢慢商量。对了，家福呢？是咯，他在那里等我。人嘞？我家就等我的，打个电
电话给他吧。哦。哎 ，Hello， 你人在哪里？什么事啊？我们找你找得很急啊，在哪里？你现在找我干嘛？什么干嘛？你在哪里啦？我剧场老师先走了。你不是约了阿娇来这里见面吗？为什么看不到你？要是阿娇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办啊？雅喜说啊，老高还没有死啊。大哥，不要那么大声。Sorry 啊，听到没有？电池没电了，就这样啦。喂，哎 ，Hello， 喂，妈的！怎么样了？他说他这个人没良心了。他说剧场有事，突然要走，还没有替你着想的嘞。没关系啦，我知道要筹备他舞台剧嘛。没事就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走了。人家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若不报的话，一定是时辰未到。难道我的时辰已经到了？那天见到的肯定是他。算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如果不肯放过的话，我最多赔你一条命好了。威廉吗？喂，干什么？偷懒啊？没有什么事。你没有至于做声，跟我出去一下。跟你出去？妈的，我叫威廉跟我出去一下，帮我订一些东西。哦，好，去吧，走吧。我去洗个手，很快的。终于有机会跟嘉熙在一起了。衣服脏了。嘉熙啊，我衣服脏了，去换件衣服哦。不用啦，你是去做工，又不是去爬拖。不好吧？那边是 shopping center， 很多人的。你很麻烦的嘞，快点呐！很快的。好了，可以走了。妈的，走了。老板娘，我出去了啊。哦。你妹妹刚才过来跟你说些什么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看她拉着你神神秘秘的，好像怕我知道一样。我还听到什么？你最近有没有跟她联络？她指的是谁呀？你不要恶来恶去了，她指的是不是那个女人？她那么八卦是干什么嘞？是不是那个女人的弟弟去找她，她就想跑过来搞是非啊？我没有问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跟开爷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再来问我。如果你现在想找那个女人，最好的机会啊，你可以跟她的弟弟，跟你那个宝贝妹妹一起努力，去登报纸啊，找私家侦探呢，还怕找不到啊？然后啊，再带着他2个孩子跟他来一个大团圆啊！我可以欢迎你们呢，我也可以帮你们搞个庆祝欢送会。这个快乐夜啊，有没有你们还不是一样？不行 ，No way！ 你刚刚拿了30万去投资，现在又要拿20万，哈？你是不是嫌钱太多啊？只是30万而已嘛，别老是挂在嘴边嘛。嚯，30万还而已啊！你口气可真大哈！你真的是做惯了20足哈，连30万都不把它放在眼里哈！你去外面打工看看，看要用多少年的时间才能够赚到这笔钱哈？你知道外面的世界，现在有的人啊连300块都没有啊，你还30万而已啊！哼！哎呀，佳玉有什么事儿？不用跟妖主啊，又是大小声。妈的。哎呀，
马德，你听我说，上回他拿了30万，说到中国去搞什么投资的，现在又要拿20万，你说哪有人像他这样子花钱的？耀祖，你在投资什么？我听很多人说到中国投资都亏本啊。我有一个老朋友在中国买了一间公寓，本来打算退休以后去养老，可是这个房子盖了5年还没有盖好，最后呢，发展商也跑掉了，搞到血本无归耶！你小心一点，小心。听，法德平时都很少出声，都退出江湖，都知道到中国投资没那么容易。你呢，一口气就拿了30万，你眨都不眨，你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赚过钱啊！我跟你讲，普通人啊要赚30万，即使打10年的工啊，都未必赚得到啊。你这点就说对了，我真的是这一辈子没自己赚过钱啊，所以我才想靠自己闯一番事业。你应该支持我的啊！况且我不是盲目去投资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投资那家高级健身俱乐部啊，还没有开幕啊，就已经收了80%的会员，嘿，不错吧？真的那么成功，干嘛要再拿钱去啊？上一次是第1期的投资，如果再不注资进去啊，我们的生意开销根本不够，除非找其他股东加股，或这么一来啊，我们的利润就会被分薄了。马德，你听听，哪有人像他这样子做生意的哈？我看你吃到连骨头给人家吃到都没有得剩。你也不要老是这样看我一文不值嘛。哎呀，我不是看你一文不值啊，我最亲爱的老公，做生意没有你想象那么容易的。你看看姐夫就好，他是个稳扎稳打、很实际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他做生意做到失败，还欠了人家一屁股债。你呢，没有经验，没有人脉，能够做出什么成绩来？你是不是要沦落到像姐夫这样的下场？哎呀，事情不可以一概而论的。那我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有自己的做法。总之，我立定决心，我要自己闯一番事业。我不要只靠收租金来过日子。Hello， 靠收租金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啊？下个星期还有外国集团搬进我们的店，接下来的日子光靠收租金，我们2个就可以摇脚摇到你做太公，我做太婆了。有多少人求神拜佛，希望有这样的日子过？我真的不明白，舒舒服服的日子给你过，你不要，偏偏要搞什么生意的。其实耀祖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好的，那也是有志气。妈的，你不要鼓励他。我问你，我跟他拿公司注册证书，他没有；股权分配书他也没有；投资资料他更拿不出来。你说哪有人像他这样子做生意的？我不是拿不出啊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你不用再说了。你要钱是吗？可以 ，OK 啊。你叫你那个合资盘呢，出来当面跟我谈谈。老婆啊，你这是一点面子不给我吗？面子值多少钱呢？等你的钱给他骗到1分钱都没有的时候，我看你还顾不顾你的面子？好啦，佳玉啊，不要越说越过分了。妈的，我不是要这样子说他，只是他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听，像一头野蛮牛一样，我真的给他气死了。哼！耀祖啊，佳玉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做生意牵涉到的钱都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还是谨慎一点的比较好。你想想看，投资出去的这30万有没有回报？要是有的话，再投资下去也不迟啊。That's right， 妈都说的对啊。你不是说今天一定能把款项给我的吗？上海那边已经在催了，如果我们的款项再不到位的话，就不能够开幕了。有问题吗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应该预先让我知道，那我可以另想办法。本来是没问题的，只不过……那就是有问题了。没关系，我来想办法。是不是你老婆给你问题啊？我了解你们这些有老婆男人的痛苦，因为他们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很紧，因为老公的钱就是他们的钱。他们也最害怕就是自己的钱被别的女人搞走了。这些女人啊，真是可怜。
不过，更可怜的还是你们这些男人。有时候，我还是会坚持自己的决定的。Kate， 你能不能把我们公司的详细资料给我？比方说我们的股权分配、公司注册详情，或者各种账目。什么？你不相信我啊？不是的。你不是说公司的事完全交给我，你不插手的吗？什么？是你老婆叫你来要的？没这回事。算了，我看你还是退出好了。我把你的30万投资还给你，那你就可以拿回去交代了。K，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是认真的，我不想看见你为难。老实说，我现在要找另外一个合作伙伴还不容易吗？我知道。我很喜欢你，所以才会选择跟你合作投资。你跟那些只想趁机占我便宜的男人不同，你完全信任我，从来不过问我把你的钱拿去做些什么。我很喜欢那种被信任的感觉。我当然信任你了，打赢你的条件，你要找别人投资还不容易，你何必骗我呢？对啊，就如你说的，以我的条件，要找多少有钱的男人来跟我合作投资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我肯跟他们上床的话，其实什么都不投资，他们还是会很乐意的拿钱来给我花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不过，我还是选择跟你合作投资，原因很简单。Because I like you。不过，我是一个不喜欢拖泥带水的女人，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也不想影响你和你老婆之间的感情，这不是我的作风。我喜欢干脆利落，所以我还是把钱退还给你吧，然后从此以后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不 ，I'm sorry, Kate， 你都知道，我不能没有你的。我马上开支票给你。就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做的。钱是我的，没有人可以左右我。老婆找你啊？不，是一个经纪。来，20万。能不能过账的？保证可以。对不起啊，这个经纪真烦啊。你真的不要再考虑一下，或者回家跟你老婆商量商量。没有这个必要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相信你。OK。Patrick。Daddy。又在吃什么？又是鲍鱼了。啊，你就这样坐着吃啊？我肚子很饿，又没有人煮东西给我吃，所以我就拿罐头鲍鱼来吃了。哦，阿妈跟妈咪呢？不在家。妈咪到我来阿妈家不久，听了一个电话就跑出去了。哦，那小姨他们呢？也不在家。小姨跟阿妈在店里。那里我都吃腻鲍鱼了，可是妈咪硬要我把剩下的鲍鱼吃完，真的吃到我要吐了。当然了，像你这样吃法不吐才怪啊！我告诉你啦，我们吃鲍鱼呢是一小片一小片切来吃，你呢是一整粒拿来咬，不腻才怪。哎，姐姐呢？姐姐还没回来，妈咪刚才打电话也找不到她。哦。哎，又跑到哪去了？我知道，他跑去看电影跟做 hairstyle。啊，那千万别选你姐姐，年纪小小做什么 hairstyle？ 姐姐有钱吗？我听到她跟她同学说，她有3000块钱，她还要请她同学去吃法国餐。那里，姐姐为什么有那么多钱？又打不通了。哎。他到底知不知道今晚来阿妈家吃饭的啊？他当然知道了，所以才会关掉电话，不要让妈咪找到他嘛。哦，啊，真是的，越大越不像话。干嘛？不吃了啊？哎呦，不要吃了啦，整天吃鲍鱼吃到怕。怕嘞？又是说你爱吃的，我才买整箱给你吃。哎呀，人的嗜好会改变的吗？我要换口味了，从明天开始。我要吃
吃什么？吃什么好呢？牛肉也不是那么好吃啊。那龙肉怎么样啊？真麻烦。去啊，肚子饿了吧？下楼吃饭吧。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二姐夫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刚回来啊。这么快就没事了？什么东西没事啊？你们的店不是着火了吗？不知道啊。二姐接到电话说你们租给人那2间店着火了。哎，炸过头了！哎呦，是不是你不舒服？一颗心啊，蹦蹦的跳，不知道要煮的店啊怎样了？吴太太怎么会起火呢？应该是没什么事吧。现在的房子都有买火险，即使烧了也是保险公司赔的，损失不大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买保险啊？有，那天我都还听嘉喜问药主，要不要把他的火险转到他的保险公司去。药主说 OK， 那就是有买咯。希望是这样了。没事啊，啊。之后啊，整个摊位亮起来了。做生意嘛，讲求门面的。啊，什么时候开业？干嘛？你要送花篮给我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是真的吧？是真的。那你当老板开始做生意，当然要祝贺一下嘛。哎呀，都那么熟了，不用啦。你先欠多少？不如啊，你把送花篮的钱给我。哎，你满身汗呢，来擦一擦。哦。谢谢。水。谢谢。啊，你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话，尽量开口就好。我卖的是儿童服装，你要帮我什么？你有没有孩子？要不然的话呢，你可以来光顾我。可以先买就收了吗？神经病啊！衣服嘞，你还以为黄金啊？买来收。哎，好心你了，你几岁的人了，还不快点娶个老婆？都没有人喜欢我吗？怎么了？我看你要娶老婆应该不难啊，你长得高大威猛，长得还有几分样子。是，我有一次走在街上，有人要找我拍广告啊，不过那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。是吗？那你有没有答应啊？没有啦，哪里敢答应呢？为什么你不答应呢？你是男人啊。哎，他们总不会叫你露点吧？就是啊，我露点啊。要我拍那个什么内裤广告啊？那不就录喽？哎，你是男人啊，难道你怕吃亏啊？你真笨啊！有机会当 model 都不去，如果是我啊，我早就杀了。啊？如果找你拍内衣裤广告，你也拍啊？当然拍了，只要有钱赚就行了，管他内衣裤啊、卫生棉啊，我通通杀。真笨啊！有机会当 model 都不去，如果是我啊，我早就杀了。啊？如果找你拍内衣裤广告，你也拍啊？当然拍了，只要有钱赚就行了，管他内衣裤啊、卫生棉啊，我通通杀。你是卖钱的吗？你没有尝过没有钱的滋味，所以你不会知道没有钱的可怕了。你有没有试过啊？口袋里面只剩下5块钱。而这5块钱却要维持一家3口1个星期的生活。我以前也穷过，不过自己一个人还维持得过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用这5块钱呢？餐餐吃快熟面哦。快熟面也要用水煮啊。那如果水电也被切断，那吃个屁呀！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买面包咯，而且不能买名牌面包，要买1块钱1大包的那种。天天吃，
餐餐吃面包配自来水，要拿这种空瓶子去外面的厕所拿水回来配。一家人，一口面包，一口水，一面吃，眼泪一面滚下来。你是在说你自己啊？笨蛋，当然是说我自己啦。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吃呢？要面子啊，自己要面子，也要给老公面子啊。那你可以来找我的啊。你以为你自己很有钱啊？你还不是一样有限公司？我跟你又非亲非故，要找也不找你啦。你怎么那么想呢？其实你也有帮过我啊。有没？有，你忘记了吗？当初我刚进快乐鱼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带我去送外卖，回来的时候经过小贩中心，你跟我说吃饱了才回去。我跟你说我没有钱嘛，那你就请了我吃一碗八臭米。有这样的事没？你一定是忘记了。那汤八臭米现在还在呢，我每天早上先去吃一碗才去上班的。我记得了，你刚来快乐鱼的时候啊，很可怜的，整天穿着一双破鞋，衣服窄窄的，连 size 都错了，屁股啊差点撑到要爆出来。当然了，这已经10年了嘛。哈？你一件衣服穿10年的啊？哦。如果每个人跟你一样啊，所有的服装店都要倒闭了。哎，很晚了，得收拾东西回家了。哎呀，我来帮你。这些保险资料忙到我都没空整理。你一个人要忙那么多东西啊，怎么分得了身呢？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可不想过回以前那种面包配自来水的日子。嘉熙，嘉熙，自从你请了我吃那碗八臭米开始，我已经偷偷暗恋你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不敢告诉你我的心事，那是因为你已经嫁人了。可是现在你既然已经离婚了，那我你想跟我在一起啊？我会照顾你和温温的，我不会让你们吃面包喝白开水的。真的啊？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在想东西。你的脚。哎呀，我竟然忘了。怎么了？这是耀祖啊，把他2件玷污活险的支票，我竟然忙到忘了。明天要把他交上去。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很严重。那二姐和二姐夫呢？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啊？阿姐，你的爹地妈咪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什么事？车祸啊？不是，是 fire。火烧？谁？你爹地还是妈咪？都不是，是我们的店。店火烧了。知道了。那佳琪啊，这样吧，你劝二姐和二姐夫回来再说。对啊，叫他们先回来再说了。在路上啦。那你们赶快了。哦。OK， 拜拜。这么巧，好烧不烧，偏偏现在烧，惨了，没有跟他买活险，这次一定给嘉怡冤死我了，怎么那么答应呢？哎，嘉熙啊，嘉熙，什么事啊？我看你们好像很紧张啊。哎呀，嘉玉的店被火烧了。哈？严重吗？佳琪说全部烧光了，只剩下一些柱子。这么严重啊？而且是2间店一起烧了，惨了！当然惨啦，那2间店可是会生金蛋的鹅，嘉玉一家都靠它的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有帮他们买活险呐？有没？那天我一听你叫耀祖啊，把那个活险转到你保险公司买啊。哦，我是有问他不要买，不过后来他没有叫我买啊。是不是真的？你最好查一查喽。是啊，大姐，二姐夫跟佳琪说啊，他把活险的事都交给你去办的。哎，佳琪啊，你不要吓人呐！到底有没有？我真的想不起有没有这种事情啊。
不过啊，我想耀祖应该是没有叫我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应该会记得的。哎，也许他交给别的公司，他自己记错了。哎，你不要说那么多，赶快去查一查。这2间店这么一烧，如果没有火险，可是烧掉几百万哦。哎呀，对呀，别开玩笑，快查上查！给你们弄到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那，这是我顾客的记录，全部都在里面，很容易查的。那没有啊？那真的没有。所有的记录做得整整齐齐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不可能不知道的。哎呦，耀祖是不是搞错了呢？啊？他们就快到了，等二姐夫回来再说吧。妈，二姐夫回来了。Yes, I made a record. Mommy, Daddy, 我又被 record 了。哎呀 ，Patrick, don't disturb mommy, OK? Please go away, please. 自己去玩，乖。乖。大姐。好的。一定是那个王八蛋搞的鬼。你在说谁呀？那个跟我们租店那个家伙，肯定是气我们不要把店租给他，就纵火烧店，好让我们不能够租给外国集团。哎，不过他已经搬走了嘛。他肯定偷偷打了钥匙啊，趁外国集团还没有进来装修，他就进来放火，要不然无端端那2间店怎么会起火啊？我也觉得奇怪，店里都没有人住，怎么会起火嘞？对呀，二姐啊，你要把这疑点记录下来，提供给警方啊。啊，幸好买了火险啊，要不然损失大了。对了，姐夫，你的火险跟谁买的？跟大姐买的哦。耀祖，我看你记错了，我查过所有的记录，没有啊。没有。大姐，你不要吓我啊！你不要跟我开玩笑。我们那2间店已经烧成灰，如果你没有买保险的话，我会死给你看的。你急我比你更急了，我真的查过所有的记录，真的没有啊！真的没有？没有。爹，你到底有没有给大姐买保险的哈？有没有？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大姐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叫我换保险公司，还说会帮我争取更好的保费？我记得，后来你叫我帮你处理吗？是啊，所以我才没有续保啊，因为你说会帮我处理的吗？可是当我跟你proposal以后，你就没有下文了。我以为你嫌保费太贵，所以我就没有 follow up 咯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还开支票给你呢。没有啦，如果你给我支票的话，我会交到上面去，那你会收到你的保单跟你的收据，那你有没有收到啊？不是在你那边吗？哎呀，没有啦，我收你的保单干什么？那个美国，天哪！这次我真的是给你们看，我真的是给你们看的。佳悦，冷静一点呐！妈的，你叫我怎么冷静？这2间店是战前留下来，已经没有这种建筑了，这些货今天买不到的，谁一把火就把它给烧掉，损失已经很惨重。大姐还说没有买保险，你叫我们一家人以后怎么过日子啊？嘉喜啊，耀祖既然都说有把支票交给你，是不是你忘了交上去啊？发的，我的人不是这样糊涂的，你也知道的。特别是他们的火险已经到期，我更是一天都不会拖啦。你看这边是我的记录，全部清清楚楚的。我看看。然后你看，这是耀祖州玷污火险，8月31号到期。这是我的 proposal，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如果你有给我保费的话，我一定会寄下去的。然后这是8月10号人家给我的支票。支票号码765433，然后我交去上面，所有的记录都清清楚楚的。可是我真的有开支票啊！哦，我也有记录啊，可以查一查的。会不会是你开了支票，你忘记给我？不可能的，那我记得是我去上海那天早上交给你的。我记得是我去上海那天早上交给你的。哎，难道是我发神经啊？我当然是想赚多一点钱啊！你们可以想想就知道吗？我当然是希望更多人跟我买保险，我就赚更多的佣金。你的支票又没有写我的名字，我不会给他吞下去的。我当然是希望快点交上去，然后快点赚多一点钱回来。哎，耀祖，会不会是你贵人事忙？你开了支票忘记给我，前阵子啊听你说什么去上海啊，忙来忙去的，你已经是忙到糊涂了。我还记得是我在楼下店里交给你的。是吗？妈的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我是没有看到了。那发德你呢？我也没看到。雅喜、嘉琪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没有。那我们等大哥跟嘉倩回来再问他们。那也麻烦你们回去查清楚，顺便看看支票有没有过账。不用查了，我记得非常清楚的。
那我明明把支票交给你，还跟你说保险金过期了，要你马上处理，你还跟我说等我从上海回来就把那个保单交给我的。耀祖，那你是冤枉我啊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如果正如你所说的，那你回来的时候不要跟我追保单呢？我是忘了跟你拿保单了。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会忘记啊？忘记有什么稀奇的哈？买保险只是一种保障而已吗？哈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是做 agent 的，你是有责任来通知我们的。我没有拿到支票，我就没有责任。你没有责任的话，我老公绝对不会这样冤枉你的。我跟你说，大姐，我跟他相处这么多年，我还不了解耀祖的个性吗？哈，他是已经享受惯了，对钱一点概念都没有。现在这2间店被烧掉，紧张的是我，不会是他的。我的老公绝对不会冤枉你的。啊，那你是要我吃这只死猫啊？你知道你老公很健忘的，也许他开的支票拿给我啊。哎，麻烦你们去查清楚，我要我的名誉的啊，免得以后我出去外面没有人跟我买保险啊。明明有这回事了，为什么你说我冤枉你？哦，我看忘记的人是你。现在事情发生了，你不想负责任，就推得一干二净。要是你说要小心点，这世界上一切都讲凭据的。比如你去买东西，也要收据，没有收据走出门口，保安会说你偷东西，无凭无据说什么都没有用。你给了钱没有拿收据，没有收据你不去追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因为我相信你，simple as that。好了。你相信我，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世界上无论亲戚朋友都不要相信他，要不然你弟弟也不会控告你了。佳琪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妈的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他一句我相信你，我就扛所有的责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应该负责任的是你自己啊！一定是你做错事情，你怕你老婆骂你啊，所以才这样讲，找我顶罪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拿我做代罪羔羊，我担当不起的。什么代罪羔羊？哈！现在说来说去，你还是说耀祖冤枉你喽？分明是这样嘛！讲你啊！我怎么不讲你？你们怎么不讲你啊？你们少说一句，少说一句啊！不要这么激动。好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妈的，你跟众人有什么好说的？他有当我是一家人吗？现在有事情发生，他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啊！好了，二姐。Are you crazy or what？ 好好的保单续约就好了嘛，干嘛换这种agent？是他叫我换的吗？我以为给他赚点佣金。哎呀，他会对你好吗？哈，他不会感激你啊！你看他的态度，你 really stupid like a pig。二姐不要，哎呀 ，pig you know not？ 拼什么拼啊？你现在怪我啊？当初我是答应人家续租的啊，是你啊，偏偏把人家赶走，人家做得好好的吗？啊，不是火起来才给你一把火喽？现在你把全部责任推到我身上来了，哈！要不是因为你平常什么事情都不干，你这样是做王八蛋，只会整天拿钱往外花。我需要找一个客户来顶这个店吗？你现在讲风凉话。是啊，我是二世主，但是我不是王八蛋啊！都是你啊！那店里有人在的话，怎么会起火呢？人家做得好好的嘛，跟人家说什么外国集团啊，人家火啦，给你一把火啊！怎么样？都是你啊！都是你啊！好了，给我静啊！鸭血怎么样？哎，有血啊！没，只不过擦伤罢了。二姐夫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现在追究是谁的错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大家应该保持冷静。你怪我，我怪你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对啊。鸭血说的对，烧都烧了，你们两个光吵的话啊，那2间店会回来吗？妈的，又不是人家要跟他吵，他不惹我，我也不会跟他吵，我哪有这样好的力气啊？我也不想这样的 ，sorry 啊，大姐，我觉得如果二姐夫没有开出那张支票，他不可能说的那么肯定的。You're right，雅琪说的对。那你是站在他们那边呢？我现在不是站在谁的那边，我是想说出我的看法。雅琪，你尽管说，你不用怕他的，Just say。事情只有几个可能。第一，二姐夫根本没有开出那张支票；第二，二姐夫有开出那张支票，但是忘记交给大姐。哎，我明明二姐夫啊，就先让雅琪把话说完。第三，二姐夫的确开了张支票交了给大姐，只是大姐一时忘记了。第四，大姐可能跟其他保单一起交给公司，但是保险公司忘记处理，大姐因为太忙也没有跟进这件事情。雅琪分析的对，我们就根据这几个可能找出答案。二姐夫，你会去查一查你开出支票的记录，而且银行每个月都会有一份来往户口的 statement， 你看看那张支票有没有被兑现。好吧。如果正式有开出这张支票，你要想清楚什么情况底下交给了大姐，当时还有谁在场。大姐，明天你回去保险公司查一查，若是保险公司的疏忽，他们应该会负责的，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
好吧，明天我回去查。佳玉啊，太晚了，带 Patrick 回去休息了。马上走了，跑的走了 ，Patrick，let's go。Sorry。回来我们走了，法德走了。啊。哎，耀祖，是不是你的？啊，不是啊，法德。哦，可能是大哥的。这里好。哎，我记得了，当天我把支票交给大姐的时候，William 也在场的，他可以证明。真的吗，爹？那赶快打电话给威廉啊！太晚了吧，明天再问。哎呀，不行，马德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，要不然到时候他们两个串通起来，问了都没有用了。串通什么？你讲什么？总而言之，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，找出谁应该负责这件事。如果他赔偿不起的话，保险公司就要赔。马德，赶快找威廉的电话，我要找他。我用speaker，那大家都听得到。Hello。喂，威廉啊，我是佳玉。哎，耀祖有件事情要问你，你等一下哈。哦，什么事啊？威廉，你记得吗？有一次我在快乐一吃东西的时候，我起身用电话，你发现桌子上有一张支票，你还跟我开玩笑说支票是不是给你小费？我说不是啊，是给大姐的保费，保我那2间店屋的活险。那时候大姐刚刚出来，我就把支票给她，你还记得吗？是啊，威廉，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啊？这件事啊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你们会这么问呢？哎呀，你先不要管这么多，你只要跟我讲有还是没有 ，OK？ 有了，爹，他说有了。有没？没有啊，没有这件事啊。Oh my God, William， 只不过是1个月。喂，你是要他讲有，你才甘心。可是还可是什么？人家都说没有，走了。Let's go。妈咪，可是我要被人扣了。You want mommy to break your head, is it? Let's go。我对你是彻底的失望了。我二姐这阵子真够倒霉了，店被烧了，下个星期还要上法庭打官司。我连官司打输的话，连租都成问题了。可是你二姐对这场官司好像很有把握哦。我倒不这么认为哦。一个人倒起霉来啊，真的会祸不单行的。原来你也这样宿命的啊？你不觉得生命是很脆弱的吗？有时我觉得有一双无形的手啊，在操纵着我们的命运。那你是说，你二姐他们的命运会从此改变啊？万一他们真的输了官司，会怎么办呢？套一句福建的俗语喽，大起大掉。我二姐夫呢，是个二世祖啊，一辈子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。他这辈子呢，就靠他祖先留下2间店收租过日子，没有一技之长，一点谋生的本领都没有。他怎么负起照顾这个家的责任呢？那不是很惨？对啊，他那2个宝贝跟他糟糕啦，从小就娇生惯养。很多人啊，过年过节、除夕晚上啊，才有那个机会吃几片鲍鱼啊。但是那个 Patrick 吃鲍鱼啊，是一箱一箱的。还有拉娜呢，年龄这么小就去泡 SPA 做 facial， 如果他们破产的话，真是大灾难。那你二姐呢？她结婚之前是做什么的？我二姐蛮本事的，婚前在一间护肤品公司工作，职位蛮高的。只不过婚后呢就不做了，少奶奶一当就当了10多年。这次要她重新出来工作啊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适应。不过女人的适应能力是比较强一点的。这倒是真的。好像当年我的姐夫破产啊，也是我的大姐一手把整个家撑起来的。可是你大姐夫的下场也很可怜啊。对呀，所以我就不想我的二姐夫跟二姐啊，跟大姐他们的命运一样啊。那当然希望真的不会有这么一天。喂，其实你相信你大姐，还是相信你二姐夫啊？既然连William都说没这回事了，我相信我大姐应该是说实话。赶快放下一片工作想法，等待你的回视角，温馨的牵挂。别为受点伤而害怕回家，等待你的回视角，温暖的回答。不管
生活，多忙世界多大，家让你忘掉疲劳，再出发。回家，把微笑带回家，你就把微笑、快乐都想家，幸福就变得。